前几天啊，中共的官媒啊开始集中发力啊，批判一个名词，叫历史的垃圾时间。从新华社啊到北京日报，再到其他的媒体啊，纷纷发文开始说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垃圾时间。现在是什么时刻？现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旋时刻啊，哪有什么历史的垃圾时间啊？说历史和垃圾时间呢，这都是别有用心，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话说中共的这些官媒，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宣传体系啊，它有的时候可以起到一个反向宣传的作用，就是很多事情啊，原本知道的人不多，就是暗流涌动，但是他一批判，反而造成了一个尽人皆知的结果。这个点呢，其实有点类似于雕盘侠胡锡进，大家都知道胡锡进这个人呢，就是经常自告奋勇的雕盘嘛。但是胡锡进的雕盘也经常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反向传播的作用。你就比如说，那当年政治局委员、常委那张高丽那性侵彭帅的事情，那彭帅是受不了了，就在微博上写了一篇文章。那文章实际上微博只是2、3个小时就给删了，知道的人并不多。但就在这个时候，胡锡进挺身而出，开始雕盘。胡锡进一雕盘，很多人就知道了啊，原来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把这个彭帅给睡了，而且他睡彭帅的时候，他那老婆还在门口还守着呢。你看这么八卦的事情，也都是胡锡进呢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啊。所以你看到了，中共官媒有的时候啊，经常通过批判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你就比如说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这回事儿，他不批判，我还真就没注意。他一批判就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所以我这几天呢就来研究了一下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关于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话题啊。有关历史的垃圾时间啊这个名词，追根溯源可以追到2篇文章。一篇文章呢是2023年9月21号，广东有一个媒体人叫胡文辉，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在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历史的进程啊，有的时候就跟体育比赛一样。体育比赛大家都知道，那 NBA 啊分成4节，如果2个队啊实力悬殊比较大，到第4节的时候啊，比分相差很大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垃圾时间。为什么？因为比分相差太大，那个弱队你就算是再追赶，你也追赶不上了。你强队再不好好打，这场比赛也输不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经常是强队会换上板凳队员，让他们呢去训练一下。弱队也不会真人打了，打的话也没有意义嘛，还不如保存体力，在下一场比赛去拼一把嘛。所以这被称之为垃圾时间。胡文辉就说，历史其实跟这个体育比赛一样，也有这个垃圾时间。你就比如说前苏联，虽然是1991年垮台的，但他说1978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这10几年其实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啊，只不过加速了这个历史进程而已啊。那么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样啊。你比如大明王朝，虽然是1644年啊清兵入关，最后才灭亡，但是在1630年崇祯皇帝杀掉袁崇焕的时候啊，其实最后的10几年就已经进入到垃圾时间了。因为那时候民变风起，外患不断，整个大明王朝风雨飘摇。实际上，那个崇祯皇帝再勤政再勤勉，其实已经没有用了。你再比如说唐朝，唐朝虽然在907年啊灭于朱温，但是呢，实际上啊，在这个黄巢之乱的时候啊，那之后整个大唐帝国啊就已经完蛋了，那最后就进入到垃圾时间了。紧接着他就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他说，当历史进入到垃圾时间的时候啊，中国文化往往会进入到一个文化的悠长假期。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晚唐时期的皮日休，他们这些人呢在官场上失意，但是晚唐的这些知识分子啊，却创造了一个华美的晚唐文化啊。他说，这仿佛是2个平行的宇宙一样啊。他说，你看到了吗？这个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死循环，但是文化呢，却创造了另外一个系统嘛。所以他就说，你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这是一篇文章。那么第2篇文章，就去年11月份，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个人呢是一个笔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啊。但这篇文章其实是在胡文辉那篇文章的基础上啊，他又做了发挥。他呢就把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做了一个更精确的解释，就说什么呢？他说米塞斯曾经讲过啊，他说当一段历史时期啊严重违背历史的经济规律，就你个人无论再努力都没有改变这个历史进入到这个死循环的
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称之为历史的垃圾时间。当然，他也继续解释了明朝的垃圾时间，也解释了大唐帝国的垃圾时间啊。但是第二篇文章啊，就很明显具有影射史学的含义了啊。什么意思呢？他就讲欧洲人家通过文艺复兴，通过这个启蒙运动发展起来了现代的制度文明，但是中国呢，从明朝到清朝，其实走向的都是过去中国王朝循环的那样一个历史进程嘛。言下之意，就现在的中国，就你已经走进垃圾时间了，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就这么意思，借古讽今。为什么那些新华社也包括北京日报要批判历史的垃圾时间？他们看懂了这篇文章其实是在借古讽今，看懂了很多人把这种借古讽今呢引述为现代对现实的不满，所以在那微博上，包括 B 站上，很多人频频在引用什么历史的垃圾时间，于是这些官媒啊就开始批判。但是我看这个官媒的批判这些文章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就是这个引述双方的这个逻辑基础啊，官媒其实用的是所谓的循环论。而这些其实历史的垃圾时间，从某种角度来讲，还带有一点决定论的意思啊。因为历史嘛，你进入到一个决定的这个阶段，不可逆转了，这不就是决定论吗？个人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嘛。但实际上你会发现了吗？这跟我们正常的认知是完全相反的。共产主义体系啊，其实是一种决定论。共产主义体系认为什么？就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吧？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原始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吧？奴隶社会，最后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决定论。那么你现在你批判它的时候，现在我看了很多官方的文章就在那说，他说历史的发展有这种兴盛，也有衰退，有这个高潮高峰，也有低谷。所以呢，在这个高峰和低谷之间，它是一种循环，但是不能表明现在就进入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那这不是循环论吗？是吧？这不是周期论吗？这周期论和循环论跟共产主义理论实际上是相冲突的。当然，通过这个细节你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官方叙事体系已经完全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叙事体系，相反，他却用这种循环论、周期论来解释历史进程了，其实蛮有意思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啊，那是不是存在所谓历史的垃圾时间？那么中国现在到底又是不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呢？这是我关心的两个话题啊。我们这一代人是享受到时代红利的。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包括说比我年龄大的大哥大姐们，你承不承认你们是享受到时代红利的？你们承不承认？你只要毕了业，你是个大学生，你就是个人才，你干什么都可以。没有人干外贸，你学外语的你来干外贸。没有人干招商，我们要吸引外国的投资，你学外语的，你能跟老外说明白话，来，你跟他说到我们这儿来投资，我们给他什么什么什么政策。哪怕你学土木，我们赶上了房地产发展速度最快的红利期。我07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本科的毕业能借房地产甲方，现在哪还有甲方？原来叫没有人才，现在叫降本增效。什么叫降本增效？怎么用更少的人干更多的活，叫降本增效。找不到工作都找不到工作呗，那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找不到工作。现在大环境那么不好，找不到工作不是我们的错，没有错。少反思和批评自己，只要我们努力的找了，那我们都是好样的。那大环境都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努力的找了，找不到，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所以首先我在讲啊，你说是不是存在历史的垃圾时间呢？尤其是中国历史的王朝时期啊，我个人认为是存在的。因为中国历史啊，你看啊，历史之兴废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王朝的循环。一个王朝建立起来之后，然后经过一个兴盛期，再走到一个衰退期，再到最后这个治乱，然后最后一个新的王朝开始兴起吧。那么当这个王朝最后的那些末年的时候，往往就是民变风起，往往就是天灾人祸，往往就是这个军阀割据，最后导致大乱，再到一个大治的过程。那解释中国的王朝循环啊，那我觉得这历史著作就多了啊。你比如说金观涛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兴盛与危机》，他就讲啊，中国历史的王朝啊，一般来说它有个叫无组织力量的兴起
什么叫无组织力量呢？就是一个王朝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是把过去一个王朝基本上的无组织力量都摧毁了。那么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呢，它是一个勃勃生机的王朝。但是随着这个王朝的这个行进呢，它会带来什么呢？它会带来土地兼并，它会带来这个贵族他自我服务贵族体量的庞大官僚体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的变慢。那么最终呢，这个社会矛盾呢就会越积累越大。你土地兼并了，那些流民没有土地了嘛？一旦遇到了一个自然灾害，那导致这些人没有办法去生存了，于是这些流民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这个力量，这个力量呢就会摧毁过去这个王朝的无组织力量，建立一个新王朝。因为你这个王朝本身呢没有办法自己去克服这个无组织力量，这是一种解释理论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理论，你比如说现在用气候学说来解释王朝更替，你就比如说明朝末年为什么会民变风起呢？那么有人说了，那正好赶上人类历史呢小冰河时期。这小冰河时期有30年的气候异常，这气候异常就导致农业欠收。大家都知道随着近代农业的发展红薯土豆这些引进导致人口膨胀那人口膨胀起来之后，你连续遇到30年的农业欠收，那你肯定带来什么？这些人口本身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生存了嘛。在西方，那爱尔兰当时也是最后导致几百万人移民到美洲大陆。那么在中国这个地方呢，那这些流民风起之后就变成了李自成，最后呢就摧毁了大明王朝。那这也是一种解释理论但总而言之吧，我觉得中国所有的王朝更替有2种模式，一种是叫民变模式。民变模式呢，就是财政遇到了危机，就是当你这个整个王朝财政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社会的基本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王朝也就快灭亡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的统治系统内部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斗争。你比如说皇权被那些军阀给割去了，那比如说当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3家分晋，再比如说唐朝末年的藩镇割据，那最终导致这军阀力量的做大，导致了整个王朝的覆灭。这是一种模式，这是社会危机。还有一种呢，实际上是兵变。兵变实际上统治阶层内部权力的更替。你就比如说隋是吧？隋的兴起，其实还包括北宋的兴起是吧？陈桥兵变，其实那个时候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危机那一场军事政变，整个这个王朝就结束了，一个新的王朝就建立了。你比如说我们的大清王朝的灭亡，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在我看来其实也是兵变。武昌起义多偶然的一件事情最终导致这个大清王朝的覆灭。要知道大清王朝最后的10几年在我看来很难说是垃圾时间。为什么呢？它财政没有出现危机而且这个整个国家看起来还欣欣向荣政治体制是吧？在搞宪政改革，这教育废除了科举搞了新式民学堂，军事呢开始训练新军，废除过去的那样一个绿营体制。经济上洋务运动是不是？所以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晚清最后的时候没有深层的社会危机，所以你很难把它定义为垃圾时间嘛。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垃圾时间只局限在于社会矛盾尖锐时期所导致的那种民变，那个才可以称之为垃圾时间，其他的都是偶然因素。在我看来，大清帝国的灭亡就是偶然因素不是那么必然的也就是说，事实上是存在着垃圾时间的。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讲了，那么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不是垃圾时间？因为大家借古讽今嘛，其实就是实际上最关心的还是当下的现在的社会是不是垃圾时间嘛？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标准去衡量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可能还不能称之为垃圾时间。为什么呢？首先，财政上没有出现严重的危机因为现在经济在发展财政数据每年在增长尽管这2年在恶化，但是呢，它还没有出现到严重的财政破产的程度，没到大明王朝那个程度，也没到这个汉朝末期那样一种程度，是吧？所以呢，就现在的经济上的财政危机还不存在。那么统治内部的那种权力分割也不存在，是吧？你比如说藩镇割据，共产党现在对军队那控制的非常严，而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虽然有，但从来没有威胁到整个共产党统治的这种局面
所以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还很难你把它定义为垃圾时间。但是那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时间呢？今天的中国啊，我把它定义为叫历史的负债期。要解释什么叫历史的负债期啊，其实啊，我们可以把它先说它的反义词，叫历史的红利期。我们都知道啊，过去40年啊，中国改革开放啊，经济蓬勃发展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历史的红利期。为什么说它是红利呢？首先，那邓小平上台之后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同时呢，又正好碰到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大量的青壮年人口啊，然后进入到劳动力市场。然后中国呢又赶上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化的过程，那是中国自己自身的条件啊。外界条件呢正好赶上了国际分工的一个产业化转移。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它的那个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向不发达国家转型，要转移，正好中国把它承接下来了。再加上中美之间有一个蜜月期，同时2001年的时候，中国加入 WTO。这些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复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中国过去40年来经济蓬勃的发展，就是人口的红利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期，也是中国历史进程的红利期。应该说，我们这一代人呢，都是受益者啊。那么这个历史进程的红利期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那就是躺赢啊！你自己很多的时候你不奋斗，这历史也会给你分红。我过去讲过，你就比如说。这一代中国人呢，最大的财富来源于哪啊？来源于房地产呐，来源于财产的。中国人70%的财富来自于自己的房地产呐。那么房地产是财富倍增过程中间最明显的部分。我不是举过例子吗？我自己当时50万买了一套房子，最后我卖的时候卖了700万嘛，增值14倍啊。这14倍的增值啊，不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是这个时代的红利给我分的红，跟我自己努力没什么关系。所以你只要买2套房，你在这个时代过程中间就会躺赢。在历史的红利期啊，实际上，一方面作为决策者来讲，他的容错冗余非常大。我过去也曾经讲过啊，你比如说你在搞大兴土木的时候啊，你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即便你决策错了，这个时候呢，其实通过发展也可以把这个错的决策变成正的决策。你比如说北京当时修这个机场，修完 T1 的时候就发现很快就不够了，就修 T2。T2 当时修的时候我还有印象，说当时决策 T2 的时候啊，说这个 T2 是不是设计太大了？太大了之后啊，这个浪费。结果 T2 修完没几年 ，T3 就又修建了。为什么 ？T2 很快就被不够用了。T3 修的时候也一样啊，说这个次我们再大一点的胆子，再修大一点，那还是有可能浪费。结果修完之后呢，没几年 T3 又不够用了。这就是在一个历史的红利期过程中间，你的决策往往会被发展所覆盖。你决策错了没事儿，没多大关系，因为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你像中国建了那么多高铁，建了那么多高速公路，很多决策你说是多精算出来的吗？并不是，很多也是拍脑袋算出来的。但是在一个历史发展的红利期过程中，这些都可能，不管你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变成一个正确的决策，就是如此。这就是历史的红利期的魅力啊！有些人赚了大钱，其他人也会跟着喝汤啊。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农民是被时代牺牲的一个群体，但是农民工在历史的红利期的过程中，也会分享到改革开放的好处，因为那些人体制内的人坐享其成，你贪污受贿，几个亿、几十个亿，但农民工呢？通过进城打工也改善了自己的境遇，这就叫历史的红利期。但是为什么说现在进入到历史的负债期了呢？这个历史的负债期啊，就是跟红利期相对应的。所谓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到下行，这个时候你只要投资，你可能就面临这个血本无归的境地啊。那么你的财产呢，不但不会增值，相反会缩水。然后呢，你其他所有的投资，不管是股票投资也好啊，其他的这种金融投资也好，你会发现啊，你再经过计算，你可能也很难成为巴菲特。你怎么计算，你都会亏损，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整个职业发展过程中，你再努力，你发现你的职业晋升机会，你的阶层跃迁的机会也会变少了。为什么？因为历史已经进入到了负债期。所谓负债期是什么？人口开始进入到衰退，经济开始进入到衰退，投资开始进入到萎缩，
这就是历史的衰退期，这就是历史的负债期。这个历史的负债期啊，个人的努力跟那个历史的垃圾时间也会很相似。历史的垃圾时间里头，我们就不经常讲吗？就是你个人再努力，你也扭转不了历史的行进方向。但是历史的衰退期也是如此，你再努力，你会发现啊，你也很难扭转整个历史行进的方向。我们经常说啊，历史太长，人生太短了。虽然说啊，这个历史的衰退期，或者说这个历史的负债期啊，有可能在未来啊，它扭转这个方向，再向前发展。但是对我们每一个时代的个人来说啊，你可能生在历史的衰退期，你这一辈子就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被牺牲品。这对于我们每个个体来说是非常残酷的啊。你就比如说，我常看历史的时候，我在想，假如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生在老毛那个时代，我生在反右那个时代，我生在那样一个文革时期，我能怎么做？我能做什么选择？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老舍会在太平湖投湖，为什么傅雷他最后要自杀，他为什么不想办法活下去？因为他没有选择，对他们来说，死亡其实是最佳选择。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老毛那个时代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因为老毛死了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到蓬勃发展的改革开放了。但是对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那个历史的那个负债期，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人生，就是他们的一辈子，他们实际上无从选择。话说今天的中国啊，可能也要慢慢的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负债期了啊。对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讲，尤其是年轻人来讲，他们可能也进入到了当年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那样的一个命运。他们可供选择的空间并不大，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不可能在未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相当长的衰退期。至于这个衰退期之后，中国的经济还能不能重新摆脱这个陷阱，重新走入蓬勃发展，我们不知道，因为这取决于可能那个决策阶层某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眼界，以及那个权力平衡的结果。但是对于这个时代的个人来说，确确实实是非常残酷的，他们没有太多选择，他们看不到希望，再努力可能都没办法改变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前景。我觉得这种心态彼此之间是非常相通的。为什么很多人现在愿意用历史的垃圾时间来形容当下这个时代？这种心态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这种近乎绝望的这样一种感受是真实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不能躺，还是得跟着去卷，只有卷你才能够成功。你躺平几天，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离你远去。在卷的过程中，只要你心态平和下来，把自己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你会卷出乐趣来，卷能出成果啊。对这个学校有什么期待吗？没有。为什么呢？不知道。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没有。没有愿望？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有没有小心愿啊？没有。希望怎么样？有没有？没有希望。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再想一想，那么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呢？胡文辉给出的答案就是说，你其实在历史的垃圾时间，还不如啊，你放松心态，以一个文人的心态呢，去搞一些文学创作。那实际上是一种买醉心态，是吧？麻醉自己嘛。那其实对普通人来说也没有太多的参考意义，因为毕竟那个文人骚客啊，创造那些璀璨文化的人毕竟是这个时代的少数嘛，大多数人是要承受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给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那样一种重压。那在我看来，在历史的负债期啊，作为普通人来讲，可能有2点，就是尽量不要做不动产投资，也尽量不要做其他的金融投资。现金呢，可能比投资重要，因为过去几十年教会你的经验，在历史的负债期可能都会变成相反的选择，就是过去成功的路径，在当下都会变成要埋葬你的陷阱。这一点呢，是实实在在大家要记住的，因为过去那些买房团、炒房团所造成的财富效应，那搞得很多人
都对投资房地产趋之若鹜，但是在历史的负债期，这一点一定要小心，因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必定造就中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是严重的过剩。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房地产现在都属于过剩的，所以房子本身的投资属性现在已经会慢慢越来越淡。更何况将来还有可能出台这个房产税啊，所以在我看来，我给大家的忠告是尽可能的不要做这种所谓的不动产投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负债期呀，选择还是大于努力的，因为在历史的红利期是努力大于选择啊，你只要努力，你其实不管在任何行业，你会发现基本上你都能享受到时代的红利，只不过这个时代的红利是多和少的问题。但是在时代的负债期，你一旦选择不好，你再努力都没有用，甚至有可能会成为相反的效应。这一点我觉得跟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是相似的。那当时啊，他们在分析历史的垃圾时间，不是讲了吗？说这个崇祯皇帝啊，非常勤勉，非常勤政，但是他勤勉的结果是加速了大明帝国的覆亡。但是啊，在这个历史的负债期，我们普通人也要尽可能看清历史行进的方向。如果你要是不精于选择，你是埋头苦干，那么也有可能啊成为这时代洪流过程中间的牺牲品。这话听起来有点虚啊，实际上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要分辨历史行进过程中间的大势，看清大势，看清哪些行业可能注定是要走向灭亡。你比如说，就像我说的，前一段时间做的那无人驾驶汽车的到来，那么这个时代，如果你要选择去做出租司机，那你想想，你不是悲催了吗？因为眼看着就是一个无人驾驶的时代要来了，这个无人驾驶的时代就是要取代所有几百万出租司机。在这种情况下，你努力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了。你越努力，你可能前景越悲催。所以在这样一个充满变数的历史负债时期，我们每个人擦亮双眼，去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更好的面对一个时代的过程中间做好选择。那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一个负债期啊努力自保的一个前提条件。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找不到工作都找不到工作呗，那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呢，又不是光你一个人找不到工作。现在说大环境那么不好，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不能躺，还是得跟着去卷。在卷的过程中，只要你心态平和下来，你会卷出乐趣来。我们那个时候毕业，包括说比我年龄大的大哥大姐们，你承不承认你们是享受到时代红利的？原来叫没有人才，现在叫降本增效。什么叫降本增效？怎么用更少的人干更多的活儿，叫降本增效。哪怕你学土木，我们赶上了房地产发展速度最快的红利期。我07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本科的毕业能借房地产甲方，现在哪还有甲方？我告诉你同学，记住，选择比努力重要的多10000倍。有一个科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在一个笼子里装着一只小老鼠，那么在笼子的左边开了一扇门，右边开了一扇门，左边放着一根通电的电极，右边放着一块蛋糕。现在拿棍子驱赶小老鼠，老鼠往左边跑会被电扎一下，往右边跑会吃着蛋糕。那么老鼠那肯定会往哪边跑？往右边跑，所以它一看到棍子就习惯往右边跑，形成了条件反射。它刚刚形成完条件反射，我们对调一下，我们把蛋糕放到左边，把电放到右边，结果老鼠看到棍子往右边跑，结果被电了一下，老鼠感到发懵了，这怎么变了？但是老鼠必然很聪明，
老鼠是自然界最顽强的物种。他后来发现，哦，原来人在逗我玩，没关系，我往左边跑，照样能吃蛋糕。刚刚形成完条件反射，我们再对调一下，反复对调几次，你发现老鼠干嘛了？老鼠不跑了，你戳死它，它也不跑。它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未来的盼望，它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那么的混乱。你戳死它，它都不跑，因为它疯掉了。大家觉得老鼠尚且如此，如果是人呢？